最近在厄瓜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新闻，独立日的3天假期似乎也不那么欢喜。这些负面消息总是毫无预警的出现，我们可以怎么应对这些负面情绪或者压力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历，讲讲我在昆卡体验过的3大减压秘诀，都是免费的哦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赞订阅。你的行动能鼓励我们继续做更多的影片，也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得见这部影片。感谢支持。在旧城散步。想起1年前我还在全职工作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无形的压力，而且每天都在累积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爆炸。我以前经常被一个客人说我的皮质醇肯定很高。是啊，皮质醇又被称为压力荷尔蒙，在应对压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过高的话，可能会让人个性急躁、情绪紧张的样子。当时我是不知道皮质醇是什么。了解了之后，就去测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，发现我的皮质醇很高，血糖也偏高了。我开始知道自己的问题非常严重，要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。对啊，有问题就要解决，在昆卡街头散步就可以有减压的效果。当走到旧城的街道上，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有时候这边的街道很热闹，那边可以很宁静。想要变换风景的话，在前面转个弯就可以。所以，有很多烦恼也是这样，换一个角度去想，可能就会解决。我很喜欢每天都会抽出半小时出去散散步，通过这种简单方法改变一下环境，整个人就放轻松了。是啊，散步的时候啊，精神能解除应急的状态，身体会自动打开放松状态，有效舒缓压力。如果有想不通的问题，在散步的过程中，可能就想到解决办法。在昆卡有很多适合散步的路线，我向大家推荐3条我最喜欢的路线。Calle Mariscal La Mar Gran Colombia。在历史中心范围，沿着 Danville 轨道往西面走，就是 Las Americas 方向。因为这个区域是轨道列车优先通行的关系，会很少货车、公车通过，没有繁忙路段的噪音和烟尘。这边人行道空间充足，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欣赏叮叮列车快速的在身边通过，会有种莫名的畅快感。还有这个区域路边有很多有趣的涂鸦，都是每个艺术家心选。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。喜欢艺术的朋友，欢迎来我们的网站看看，我们整理了很多昆卡街头的艺术作品，请在下方留言说说你的感受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各街区公园。例如刚才提到散步的路线上，在 Parque de Molinelo 车站旁边就有一个小公园，这里有一个大草坪，还有舒适的长椅可以坐坐。我很喜欢就这样子坐着，放空一下，看看周围的风景。这种街区公园的设计在昆卡城内随处可见，
很多时候只需要转个弯，转个弯就可以舒适的坐在草坪上或者椅子上，看看天空，看看周围游玩的人和狗，或者这样子，真的很放松。是啊，看着白云各种的变化，形成意想不到的图案，还有可以在公园里面做做运动，就像这样。哇哦！但是这样说是在做运动吗？呵呵。河流沿岸，这个路线和第二个秘诀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放在后面一起谈。亲近大自然。昆卡有几条贯穿城市的河流，在河畔两岸都有很多植物，是可以好方便的做到亲近大自然这一点。例如，其中有一条河就叫 Dome Bamba， 河畔两岸非常舒适，这里很容易到达，就在市中心。我喜欢这里的河流有很多种类的植物。走这边的石板路去超市买菜，是个不错的路线。走一阵子，坐一阵子，不会觉得累。当然，坐在这里玩玩手机也不错哦。玩手机不错，肯定不错。我觉得触摸一下树木、草地还有泥土，真的用身体去感受大自然，这个做法是我很喜欢的。听着河水声当作背景音乐，还有这里的环境有丰富的负离子、血氧含量马上爆灯。对呀，昆卡这里海拔比较高，需要经常深呼吸。这样做除了可以增加氧气含量，也可以减压哦。对啊，多多深呼吸，同时看着流水，会不知不觉地集中注意力。我可以观察到水流动的轨迹，还有水流的变化等等，这些平常都不会注意到细节。我觉得这样做的话，好像是可以达到一种冥想的状态，有种和大自然连通的感觉。通过这样的活动，是可以帮助我学习如何集中注意力，让我在平常需要集中精神的时候，更容易进入状态。哇，听起来很神奇哦。下次去河边的话，你也可以试试。昆卡其他地方还有2条河流，都是散步的好地方。哦，就是说在昆卡居住在哪里，都很容易找到一条河流去散步咯。是的。大家来到昆卡之后，除了去热门的旅游景点之外，不妨找个时间到河边走走。我觉得在下午4点过后是很好的时机，因为这段时间紫外线会少一点，阳光没有中午的时候那么强烈，到傍晚时分的光线会很柔和，很适合打卡拍照。有几个位置有桥可以过河，走到桥中间去看看流水，还有河畔日落的景象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太好了。喂鸽子或者看人们喂鸽子。好了，终于来到我认为最疗愈的秘诀了。话说这个方法是和影帝梁朝伟有关的哦。Oh my god！ 是，据说有媒体爆料，当他觉得无聊的时候，想放松的时候，就会去机场，然后随便选择一个航班，主要是看看哪个航班起飞快了，然后就坐那一个。据说啊，曾经有人看到他一个人自己独自一人飞到伦敦，又独自一人去了一个广场，就是去喂鸽子。哦，真的吗？这些都是据说啦。但其实，在昆卡要做到喂鸽子或者看别人喂鸽子，这个事情真的100%没有问题。是的。我们在街上最常见的动物有小猫、小狗之外，
就是一群一群好肥好肥的鸽子。那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喂鸽子真的可以减压吗？这个问题嘛，我觉得要带入一下坐飞机去喂鸽子的角色来回答会更好一点。在看着这些小动物的时候，整个人就会开始放慢节奏，注意力投射在它们的身上，然后看着它们一口一口的吃东西，这样也就达到了类似散步的效果。就是解除了应急状态的作用，转换到放松模式，那么之前的紧张情绪自然就消除了。还有，我个人觉得鸽子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它们有时候会发出咕咕咕咕的声音，我觉得很好听，尤其是一群一群的时候，哇！很多鸽子一起发出这样的声音，很有节奏感。你跟着那个节奏，就很容易跟他们一起同步，忘记了那些很烦人的问题了。好像听起来有点道理耶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这里那么多的鸽子，会不会被人捉去做红烧乳鸽呢？可能每个人的压力来源都不同，各自的情况也不同，环境也不一样。但面对情绪困扰的时候，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。首先就是要发现问题，然后面对自己内心，这样做好像感觉会更轻松一点。当不需要再隐瞒那些感受之后，那些问题就可以慢慢找到出口。今天我们所谈的昆卡舒压3大秘诀，当然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。但如果你来到昆卡的话，一定要试试这些方法哦。对，我觉得用这些路线游览昆卡也不错啊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、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ciao。